加注到了一个5600，后面剩下10700。本牌来了一张黑桃7就是有一个后门的2张黑桃，就选择了 all in， 对手很快就跟注，所以呢，我当下呢就诱导了对手跟注了一个 A9黑桃，就一个 A 塞的翻牌。然后转牌又扣了而已。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从这个 B 组买了2次出局之后呢，参加了 C 组。它是一个20分钟的盲注级别，那我们上桌的时候呢，比较晚一点但是无所谓。那我们上桌一样3万的筹码量，然后在500、1000的盲注级别，我的筹码量大约是2万5。第二位的玩家他选择了加注到2100，我在大盲位，我有 K9 不同花，翻牌是18-7。2张方块，底池5700。那我们的预设策略呢，会是一个过牌。对于 CO 位的玩家呢，应该要有一个过牌的范围然后，当然它还是可以有一个很高的持续下注尤其是2张超过8以上的手牌呢，对它的范围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呢，他也选择了过牌蛮意外但也没有到特别意外的状况，因为我自己呢也会有一定的频率选择过牌。转牌是一张4，我可以考虑主动下注，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呢，对于他来说呢，10以上的对子呢都应该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下注尤其是 JJQQ 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下注，可能会有 AAKK 比较低频率的过牌因为这些手牌更不需要保护更适合拿来过牌。但是呢，以大部分的范围来说呢，我认为它的3条、它的2对都应该要下注，尤其是这张转牌4原因是因为我的范围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转牌4的2对，但它都不会有再加上我会有56的话就转牌这种顺子再加上我可能会有很多的 J9 不同花，但它的 CO 位不一定会加注所有的 J9 不同花。当它翻牌过牌呢，范围大部分都是比较弱的，再加上转牌对我的帮助是比较好的时候呢，这时候 K9 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用一定的频率当然也可以过牌，但我认为下注其实是挺好的，尤其是我们是一个很适合炸胡的手牌，我们有双头顺带一张高牌。所以呢，当下呢底池5700，当下选择下注3000，对手跟注合牌来了一张方块 K， 底池11700，我的筹码量呢大约有19200。我可以有几种做法，第一个就是我可以选择过牌，当然呢这手牌呢绝对也可以选择价值下注，很明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的范围里面很有可能是一些有摊牌价值，甚至是 A7、A8， 甚至是99之类的手牌都是输我的。再加上我就说了，他比我强比如说10以上的对子基本上不存在他的范围里面。再加上我会有很多的炸，我会有 K9， 我也会有 Q9， 我也会有一些 A9 随机的9之类的炸，我也会有一些下面的一些卡顺或者双头顺的炸。所以我的范围里面呢，炸谱绝对是非常容易找。但是呢，我们要有价值手牌的时候呢，很明显的顺子同花之外呢，我觉得顶对10以上的对子呢，都是非常适合拿来下注的价值手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尺寸的9000下注，后手剩下10200。对手没有想太久他就选择加注，然后就是丢出了好几个5000反正就是 all in 我的意思，因为我后面剩下10200嘛。我要想的是他 all in 的范围会是什么？我觉得最明确的是同花，然后至少会是一个2对，我就觉得就不会有什么2对，尤其是合牌我自己中了 K， 所以他合牌的2对又更少。那当然，它会不会有一些同花的机会？我觉得当然会有。除此之外呢，就只有炸胡，因为这个打法其实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也不觉得他中3条翻牌会过牌，然后也不可能翻牌的转牌的2对会这样子打。所以呢，我决定呢用一定的频率去选择跟注，原因是因为我还有一张方块9，我觉得对手要有同花的机会呢是更小。然后再加上我的 K 的顶对，某种程度上在我的范围里面算是蛮顶端的范围当然你可以说，我没有我的大盲位还是有一些顺子2对或者是其他的同花的手牌范围是没有错。但是我认为以一个对子来讲呢，我的手牌其实蛮好的。当下我跟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对手开牌我看到对手是1对 A， 然后尤其是他有方块 A。如果我是他，我认为他的 AA 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不确定它的加注的期望值会不会比较高，尤其是当今天底池11700，我选择了9000。如果说今天我选择了一个低于半个底池，我认为它加注是非常的合理。但基本上我今天合牌下注了一个接近满帕的时候呢，我蛮确定它这个 AA 应该都是一个明确的跟注，也就是说我当下也完全的把这个
AA 把它撇除在他的手牌范围里面。我认为他如果是 AA、AK 都不应该这样子打，赢我的手牌的价值手牌是更少，所以呢，我才会自认为我的这个手牌呢是更好的一个状况。看到他的牌之后呢，就很遗憾的就出局了，然后呢就重买。然后重买的时候呢，上来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然后就是输了几个底池。然后呢，让我的筹码量掉到稍微少一点。这个时候呢，发生了这一手蛮有趣的手牌，变成是600、1200的盲注级别。这手牌的筹码量我大约有2万。bottom位的玩家，他的筹码量比我多，他选择加注到2500。小盲位弃牌，然后呢，我在大盲位我大约有2万我拿了一个 Q5 不同花，然后选择了跟注。我认为说 Q5 绝对是一个预设范围要抵抗的范围所以我不再多做解释翻牌是 QJ4 彩虹面，然后有1张黑桃。底池6800，我们预设策略一定是过牌。对手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2300，以大部分的玩家来说呢，他们的持续下注频率绝对都是过高。那在于低于20个大盲有效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顶对会有非常高频率的加注当然 Q5 你要放在跟注的范围也不是不行所以呢，我用一个随机的方式选择了加注。那我认为这边的加注的尺寸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我们希望我们加注的时候呢，我们让对手要有一个幻觉，是说我今天加注并没有所谓的套词，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加注是 all in，对方就很明确嘛，就是他要么就是扣，要么就是弃牌。那我今天如果加注尺寸太大对方都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决策的时候，我认为对方就不会犯错。再加上我认为我加注尺寸只要偏小一点点，尤其是后手留的够多，感觉有机会弃牌的时候呢，对手可能会做一些蠢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筹码量翻牌之后呢，大约剩下16000左右，我加注到了一个5600，后面剩下10700。为什么选择这个加注尺寸？原因是因为当今天对手 all in 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有一些炸会弃牌，我也没有投入过多的筹码量。再加上我今天顶对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希望他今天小的加注的时候，他更有机会拿一些更弱的手牌，甚至是一些手对，甚至是10J 之类的牌甚至是更弱的底对选择跟注。然后呢，他选择了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黑桃7。就是有一个后门的2张黑桃，底池18000，然后我剩下10700，我就选择了 all in。对手很快就跟注，对手的手牌是 A9 黑桃，所以呢，在翻牌我的一个小加注，让他拿 A9 黑桃，再翻牌跟注，然后转牌有一个同花听牌，然后他扣我的 all in， 非常好的状况。我认为我在翻牌 all in 他 A9 绝对会弃牌，所以我就说了，就是翻牌的小的加注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注的尺寸。你要选择让一个对手很难做决定，就是说很简单的弃牌那就代表说你做的下注尺寸呢不是最好的尺寸。所以呢，我当下呢就诱导了对手跟注了一个 A9 黑桃，就一个 A 塞的翻牌，然后转牌又扣我的 all in。所以这手牌呢，合牌就是开一个无关紧要的牌成功的筹码翻倍。下一手牌呢，起始筹码呢，我接近大约有35000，是在600、1200的盲注级别。我在8人桌的 UTG 选择加注2500，那我拿到 KJ 不同花。KJ 不同花是一个最弱的加注的一个手牌，K10是一个明确的弃牌，然后 KQ 呢是一定要加注，然后 KJ 当然也是一个正 EV 的加注没有问题。然后bottom位的玩家呢，是我在这几天的赛事中蛮常遇见的一个以色列的玩家，他筹码量有多选择跟注。大盲位的玩家呢，也有比我多的筹码量，选择跟注。所以这手牌呢，起始筹码的有效筹码大约是30个大盲左右。翻牌是 J97 彩虹面，底池9300，大盲位过牌。我们的下注范围复习一下，顶对以上或者是很强的炸胡。最明显就是 Q10，尤其是带一些后门花或者是一些卡顺，我觉得 A10、K10、KQ 都符合在这个很强的一个听牌的炸胡。然后配合的下值下注呢，就是顶对以上顶对当然就是 J 的顶对以上，但是 J 的顶对呢，一定要有一部分的过牌范围。原因是因为bottom位对于这个范围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会有一些强牌。当我们今天过牌的时候，我们希望要有一些手牌可以去跟注去抓对方的炸胡。尤其是对方绝对是会有炸胡能力的人，所以呢，当下呢，我用一个混合的方式呢，选择了过牌。bottom位不出我所料，他选择了下注5500，大盲位玩家弃牌。然后呢，我们的决策呢，当然可以考虑加注，我觉得跟注会不错。我的手牌范围会有很多的牌是希望跟注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手牌跟注应该不会到太糟。如果说我今天是 QQ 以上的对子，那我更明确的希望我今天选择加注，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阻挡到对方的顶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一张 KJ 的话呢，对方有 J 的机会更少，又或者说我觉得 check call 可以拿到更多的价值然后转牌是一张方块5，
有一个后门花啊，2张方块出现，然后底池203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筹码量大约是在27000啊，大约是20个大盲左右。我又选择过牌，bottom位的玩家选择下注12000。我可以选择弃牌吗？我认为答案是不行。对手的范围有太多飞机的炸虎，或者是 Q10、KQ、K10，基本上我刚刚讲的范围啊，甚至一些 A 叉同花、翻牌下注、转牌多张方块都是有机会的。当然，你说对方有没有强牌？当然，对方会有2队，会有3条，当然绝对会有。但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范围，又或者说以一个 GTO 的预设策略来说呢，在这个筹码量，我们的顶队以上都是一个非常强的范围。尤其是到我们今天 check call 的时候呢，我认为对手的范围是更宽嘛，对吧？因为我下注，对手会弃牌掉他较弱的范围。但今天我过牌对手的范围就是完整的存在，然后他随时呢会有一些价值下注，也会有炸。所以我认为相对来说呢，我们这顶队在这个情况呢是绝对不落在弃牌的范围里面。差别就在于说，我们要选择跟注或者选择加注的差别是什么？他下注12000，我后面是27000，那加注只有 all in 要不然就是跟注。如果我们今天选择跟注，合牌怎么做决定我觉得合牌基本上我们想一下，合牌开什么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的，432，然后还不能是方块，也就是说基本上非常的糟。开 K 不错，开方块我觉得还好，4以下跟 K 跟 J 是可以接受，其他的牌都是不好。也就是说有至少1半以上的手牌呢都是比较糟一点。如果说大部分的手牌都是比较糟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转牌的 all in 呢，直接让这手牌结束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呢它是很强的听牌，不管是双头顺或是同花，他会跟就看希望合牌不要开，又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拿10J 或者 QJ 选择持续下注，然后合牌可能考虑过牌，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合牌也拿不到这些手对的价值总结来说呢，当下呢我决定选择了 all in， 然后他很快就跟住，然后呢我开了我的 KJ 不同花，然后我看到他是972对，然后没关系，我们都有很多 odds， 合牌只要开5，叠牌5我们赢。开 J 我们也赢，开 K 我们也赢嘛。但是很不幸呢，合牌就是开一张无关紧要的牌所以我就出局了。C 组呢也是出局2发。那这边的赛事就是它总共是 A、B、C 组，然后呢都只能买2次。A 组当天呢，因为我们是豪客赛打完之后呢，我去打了1手就截止买入了，没有晋级出局了。然后 B 组打2次 ，C 组打2次，所以主赛事我们总共打了5次没有晋级。我觉得主赛事的玩家程度就非常的弱非常的弱，他就是运气不好那这边还不错因为这边就是没有晚餐休息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不需要晚餐休息。然后呢，这边桌边呢就可以直接点餐，所以就是你要吃东西可以直接点。当然，它非常的贴心的就是呢，它旁边有附了一个饮料吧就是你要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它都有不用收费的。在这边要吃要喝都很方便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赛事的人少一点。主赛事呢，原本还在想说有可能不会到保底，但实际上主赛事还是很多人但是其他的边赛事状况就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参加那样豪客赛只有10个人次，然后呢还有很多连1001的边赛事都没有开，延后到了今天才开，然后今天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才不到10个人，就是就很夸张的数字，就是基本上只要是除了主赛事1500有人之外，其他1000以上的赛事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人。然后大部分玩家参赛都是$1000跟以下，跟之前的状况是差很多。尤其是其实前2个月这边才办过一场 WPT 的赛事，然后1100、1500的主赛事有1000个买入你看我们这次才多少？加起来了不起300-400，你就知道说这个玩家人数就差很多，然后包括边赛也是差很多那当然你出来打比赛，你不会说只想打主赛嘛，你当然是希望说边赛都有人陪你玩，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可惜一点。好，反正主赛事呢就告一段落，所以呢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做这个手牌分析的影片如果说你自己有手牌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下方的这个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记得留的资讯越完整越好，留的越完整呢，我们越有越高的机会选到你的手牌，然后呢不定期做一个影片来回复你。所以呢记得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 大家拜拜。